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档案上事无上甚深微妙法，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殊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了解一下那个转杀佛塔，就是有什么样的功德。今天我们利用这节课呢，给大家顺便介绍一下这个转绕佛塔的这个功德啊。这个应该说来是比较简单的，作为佛教徒会明白就让它有很大的功德。但是有些细节的问题呢，可能没有介绍。极个别的一些修行人啊，他们都不太懂。所以呢，我想今天我们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一般来讲呢，所谓的这个佛塔，跟这个佛像和佛经是不相同的。从这个历史上看呢，这个释迦牟尼佛以前呢，也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佛塔呢，就是在这个有关经典当中记载是比较多的。比如说白易经当中呢，有一个国王叫做是济巴，就是他呢，就是造这个拘牛顺父涅槃一合的这个舍利塔，就是也有这个历史。然后呢，在这个迦叶佛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这个智智国王就智智国王呢，就是也造了这个许多的佛塔。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啊，他在这个出家的时候也是在这个清净佛塔面前，就是这个出家的。就所以说呢，就是跟这个其他的这个佛像的历史和佛经的这个历史呢，就是也有不同的。以前给大家介绍过的尼泊尔的那个香港佛塔的话呢，也是好多佛以前呢是在这个历史上是这个存在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佛塔呢，就是在这个了解的时候呢，就是诸佛的这种真正的这个一所依啊，就是一所依，就是应该这样来了解。所以这样的这个佛塔呢，在印度来讲呢，这个佛陀涅槃一合，这个阿育王，那就是在这个世界各地修了84000座这个佛塔。然后龙摩菩萨呢，就是也是将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舍利啊，就是也作为这个舍利塔，就是包括现在印度金刚座的这个佛塔等等。然后在印度呢，就是各个地方有大乘和小乘的，这个就是塔，就相当的这个多。后来就是传到这个藏地，藏地的话呢，国王持中德政的时候呢，以这个桑语为主的，就是在这个卫藏各个地方呢，就是开始这个光建佛塔。后来呢，就是传到这个我们的昂多啊、康区啊，整个藏地呢，所谓的这个佛塔是相当多的。当然，这个汉地的历史来看呢，也是这个洛阳白马市的这个齐云佛塔，就是齐云塔，就开始应该算是汉地最早的时候的一座佛塔。就是很多历史学家呢也是这样认为的，就是大概在两汉时期吧，就是但也有就认为呢，就是跟这个前面呢，就是也有一个叫做是有普通塔，就是也有这种说法。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自从这个佛灭度之后啊，所谓的这个佛塔呢，就是传达就是我们这个南瞻部族的各个角落之后呢，就是人们这个信奉他的这个供养朝拜的人呢，就是相当多的。尤其是呢，以前也介绍过，就是阿育王那个当时所造的这些人，他呢，就是里面有这个装有舍利塔，就是装有这个舍利，所以呢，就是人和非人供养，当然有非常大的这个功德。所以我们一般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佛塔的这种分类呢，以前也是讲过，就是印度的话有这个这个当时这个佛陀有关的有8大这个佛塔。还有呢，我们现在那个在藏地比较这个信奉的，像石林塔，就是石林金刚的塔，以及呢就是密宗，就是各个仪轨里面呢，就是也有不同的一些这个佛塔，就是尤其是在藏传佛教的一些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佛藏里面呢，
也有就是不同的一些这个修行的这个佛塔，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塔呢，就是应该说是比较这个多的。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根据这个《涅槃经》和有关这个大乘的经典当中呢，就是一般来讲，佛陀的这种这个塔，佛塔以这个声闻缘觉的这种塔，就是灵塔呢，还是在这个形状上和有些价值上呢，也有这个不相同的啊，就是也有这个不同的。总的来说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佛塔呢，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个佛陀的这种这个意所以啊，就是密集金刚当中呢也说了，就是诸佛之处出宫殿来佛塔。啊，就是有这么依据，也就是说，一切这个诸佛的所谓的这个住处呢，就是这个也就是说宫殿，就是这个宫殿呢，就指的是这个佛塔，就是所以我们把这个佛塔呢，就是看着是诸佛的这种这个宫殿，就是来这个像。然后小乘的这个根本律释当中呢也说了，就是说是这个佛塔呢，就是即法身故，就佛塔就是法身的意思。佛塔法身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化身、报身、化身当中呢，其实这个佛塔呢就是属于这个法身就是这一点呢，就是佛陀在。宝积经里面呢，就是也有就是说明的，就是这部经典当中呢，就是说这个何人这个供养称是就是我涅槃之后或者是这个我现在注视这七二宫的这个香灯啊，就是七二宫的香灯。何以故呢？因为佛陀是以法身而安立，并非是以色身而安立啊，就是有这么一句，意思就是说呢。就是我们这个现在供养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的这个佛陀的肉身和让佛陀涅槃以后的佛陀的这种这个，也就是说是意所色的，就是这个这个佛塔啊，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供养佛陀和供养佛塔的这个功德呢，意思这个功德是完全是相等的。原因是什么呢？所谓的佛陀呢，并不是用那个色身来安立的，而是用意化身，也就是说意法身这个安立的。因此呢，我们把这个佛塔呢，就是应该就是想到是这个三宝所依当中的话呢。就是也就是说这个法身，或者说是佛的这个身语义当中的这个意所依啊，就是来这个了解。就这样以后呢就应该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凡是这个佛教就是存在的地方呢，应该说这个佛教这个佛塔呢就是比较多的。这一点恐怕我们看一看得出来，像那个泰国的话呢，就是佛教应该说是非常的这个兴盛，就是所以呢，不管是你到这个山上去啊，到城市里面去，到哪里去的话呢，就是路上都这个随处的就能见得到这个佛塔。然后同样的，我们在这个藏地的话。就是就哪里都就是可以看见就是白色的这种这个佛塔，因为泰国的话呢，好多都是这个贴金的，就是黄色的，就是就有金黄色的。而我们藏地的话呢，就是是不是比较贫穷的原因，然后没有这个金啊，就是所以用这个外面是用白色啊，就是白色的这个佛塔呢，就是比较多的。听说是有一个领导来这个视察，就是藏区，就然后他就特别不满意，就是说是为什么是。这个藏地呢，到处都有白色的佛塔，我就心里很不舒服。说可能是他的这个业力现前，就是应该说是看见那么多佛塔呢，这个升起欢喜心啊，就是种下善根。就是尤其是见到这个佛塔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一般就是藏族人有这个传统啊，你见到这个出家人啊，见到这个寺院。或者说是见到这个佛塔的时候呢，马上那个就是帽子摘下来，然后就是合掌啊。就如果没有时间到跟前去顶礼的话呢，就在这个车里面也好，或者说是你这个骑马的时候、走路的时候，远远的地方看见就是佛塔的时候呢，马上要这个恭敬合十，就是有这样的这个传统。其实这样呢，就真的是这个功德也是这个非常非常就是大的。所以我们那个大家呢，就是应该就是知道是这个佛塔的这个。
具体的有一些这个功德。当然，具体的功德呢，就是有关这个，比如说佛说造他经啊，就是这些相关这个经典当中呢，就是这样的功德是非常多的。以前就是譬喻经呢，就是譬喻经里面呢，就是讲那个，如果我们造这个佛塔的话呢，就是不会转身于就是边远的地方。也不会呢，就是受到就是极其贫穷，也不会呢，就是变成一个具有邪见的这个身体等等，就是里面就是讲的大概是10种功德啊，就是讲的10种功德。还有佛陀这个佛所造他严明经，就是严肃宿命经，这个当中呢也讲了，就是如果我们这个造佛塔的话呢，就是不会恨死。就是恨死的话，不会突然暴死，就是等等，就是这样呢，就是7种功德啊，就是这样的7种功德。所以我们有关的一些这大乘的经典里面来看呢，确实是自己有条件、有能力的话呢，也应该就是造这个佛塔。在我们藏地的话呢，不管是这个寺院呐，就是村落啊，就是很多地方的话呢，就个人也想发心，就是寺院也要这个发心，就是大家呢，就是这个就是造佛塔是就是非常的重视。以前上师如意宝的是有1年呢，老人家也是这个发动啊，就是就各个地方。然后大家这个纷纷的发心造它，就是结果统计下来呢，就是多少1万多还是多少我忘了，就非常多的啊，就是非常多的这个佛塔。但现在这个汉地的话呢，就是如今呢。就是在这个就是比较而言吧，就比较而言呢，就是许许多多的地方，就是这个佛塔呢，就是不太多，就是应该以后自己有能力的话呢，就是在一个地方就建了这个一座佛塔的话呢，其实是就是与他结缘的。就是看见的，就转绕的，或者说对他地理的这些人呢，就全部都就是得到了这个解脱。就是佛陀在这个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呢这个经典当中呢，就是也讲了很多这个就是造塔的这种功德，而且这个佛塔的这种因子啊。因此呢，就是借助到这个任何一个众生，或者是任何一个众生看见他，或者说是听到这个佛塔上面的一些铃声啊，就其他的这个声音的话呢，哪怕即使你造了无间罪，但是呢，就是也不会就是堕入这个地狱啊，就是堕入地狱。所以说，我想我们就是这个造这个佛塔的这种功德的话呢，真的是这个不可思议的。当然，以及个别的有些出家人和居士呢，可能是造佛塔呢，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要求比较严格，就是他的这个标准啊，就是很多都就是要求比较这个严格。如果这一辈子没有这个能力的话呢，我想是花一点钱呢，就是在这个卖这个佛塔，就是小的那些这个佛塔呢，这个应该很这个容易的。佛陀在那个造塔功德经啊，就是造塔功德经里面呢，也讲了就是许多这个就是佛塔的就是种种这个类型，其中呢就是也讲了，如果就是小至这个造鹤，就是造也那么大的，或者是正那么细的，就那种这个佛塔的话呢，那就是就是得到了就非常多的这种功德啊，就是所以我想是这么这个小小的一个佛塔呢，就是现在很多商店呢，很多佛店里面都是有卖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商店是不是明天又要发财了？你们有没有佛塔？哦，没有哦，完了，干脆不说了，所以这些那个佛塔的话呢，按理来讲呢，就是里面有一些这个装藏啊，就是装藏。但是装藏的话呢，就佛陀在这个佛经当中也说了，就是如果没有这个其他的这个一些这个装藏的注意啊，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4个偈子，也就是说呢，我们诸我摩作众善奉行的这种偈颂啊，就是让这个装藏也算是一种这个装藏，就是然后呢，就是供在这个佛台上的话呢，那就是成了这个三宝所依，就是因此我们这个造塔呢，就是应该是就是这个功德很大。就是自己实在是这辈子就是没有能力的话呢，那么就是就是各种金子、银子、这个木头、石板，或者说是现在的这个玻璃啊，就是各种材料的这个佛塔呢，就是应该在自己这个请一个，或者呢就是自己请完了之后呢，就是里面就是装一些藏，就是送给别人啊，就是跟这个其他这个结缘。那这样结缘的话呢，也实际上就是功德是非常大的，就是不要说是真正的这个具有
这种这个标准的佛塔，甚至我们实践当中的一般的有些孩童的这个玩戏啊，在玩戏的时候做的那些佛塔的话呢，那也有非常大的功德。《妙法莲华经》里面呢也说了，就是说是乃至童子戏，居沙为佛塔如是诸人等皆以成佛道啊，就是说是如果有些这个孩童啊，就孩童的话呢，就是他们把那个就是细沙呢，就是积聚堆积起来，然后呢就是做成这个佛塔。那么这种人的话呢，就逐渐也是会这个获得这个成就的获得成就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呢也看到一些那个小孩啊，就是在玩耍的过程当中，如果有善根的一些孩童的话呢，他们也是比如说我们以前这个《咸鱼记》里面的一些公案那样的，就是对这个佛像啊，就是对佛塔，就是有关介绍这方面的善缘的话呢，也成为这个解脱之因。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有想起来，就是自己的这种童年的时候呢，我自己觉得有时候呢，我还是这个姻缘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小的时候的话呢，跟这个隔壁的很多的小孩就是一起玩的时候呢，虽然当时我们住的地方是山谷里面，就是没有沙子，但是呢，我们经常用一些尖尖的这个石头呢，就是当着这个佛塔，然后呢就在前面散花，就供养。虽然当时呢也没有读过这《妙法莲华经》等等，就是这些法，还有时候呢就是到一些这个地方去，有些白色的那个小的那个骨头啊，就是骨头有些是尖尖的，有些是圆圆的，有些当做佛像，有些当做佛塔，那就是开始这个供养啊，自己定呀确实是在这个童年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这种经历是比较就是多的。其实这些呢，就是应该是渐渐就是成为这个解脱宗旨的因。因此我们呢应该就是首先要这个知道是这个造他的这种功德就是自己呢就是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呢，就是应该是在一些地方就是修建一些这个佛塔，就是所以呢真的是对这个后代也好，对这个现在的人来讲是还是功德是非常大的。其实造他的功德呢，跟这个我们平时这个其他的这个功德相比较起来呢，就是造他的功德就是很大的。而且如果造他的能力没有，但是别的一些这个佛塔呢，就是如果就开始这个已经就是怎么说就是已经这个就需要这个修补就是需要这个复修的时候呢，你如果这样修呢，就是这种功德也是很大的。就是以前在那个就是僧祇律就是僧祇律当中呢，也说了，说是真见千百担，此用心不是不入一泥团，三心治佛塔就是三心治佛塔。意思就是说呢，就是我们这个千百就是担就是千百个这个纯金拿来，然后布施给就是各个众生就是各个层次的就是贫穷人的话呢，当然这个千百就是担就是千百斤的这种功德呢，这个黄金布施的功德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个功德和有些人呢，就是只是拿一点这个泥团就是拿来，然后呢就是在有些这个佛塔就是破裂就是在这些方面呢，就是做一些这个修补的话呢，那这个功德是更大的。所以我们学院也是，就是去年吧，就是我们有几个别的导游呢，就是大家一起发心，就是在这个门口的这些佛塔呢，就是进行这个修补就是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也就知道是这个确实是在这个佛塔这个修补的这个功德很大，还在这个其他的一些经典里面的话呢，就是也有就是这样的许许多多的这种功德。所以有时候呢，所谓的这种佛塔呢。当然，这个标准是这个非常好的。如果不是标准的话呢，那心里面像是把它当做这个佛塔的话呢，也有很大的功德。就是有一个叫做这个须满就是在佛陀时代，他呢就有一次就是佛陀的指甲和佛陀的头发，然后呢就是捞到一个寂静的地方去，就是修一个塔。那么这个塔呢，就是最后来这个500个罗汉呢，就是整天都是转绕然后这个顶礼膜拜就是这样的。这样之后呢，就是在这个山谷里面呢，就是有这个500个这个猕猴就是那个猴子。然后他们呢，就是因为猴子呢基本上都喜欢这个血人就是后来呢，他们也是这个血这些人，就是拿一些泥土呢，就是堆积一些像那个佛塔一样的东西。然后他们自己呢，就是也早晚都经常这个膜拜顶礼就是这样的。后来就是在这个山谷里面出现一个洪水，就是最后这些500
个这个盒子呢，就是没有来得及就是躲避，就全部都是被这个淹死了。淹死之后呢，他们都以这个转什么那个刚才那个迪尼佛塔的功德，就是转生到天界。转生到天界的时候，他们用天眼来看的时候，就知道是原来呢，就是对自己这个猕猴的这个身体啊，就对他们来说是起到很大的作用。然后他们就开始来到人间，然后就是转染这个气杂，就是开始进行供养。后来呢，就是在佛陀面前听闻这个佛法而获得这个圣果。所以从这个供养当中看的话呢，我有时候这样想，一般来讲呢，就是我们这个佛像也好，佛塔也好，一定要标准，就是一定要标准。但是如果我们的这个性情景的话呢，即使说这个不太标准的话呢，那也应该有这个佛塔的这个功德。为什么呢？刚才《棉花莲华经》里面说，这个小孩子就是对那个沙，就是对细沙的话呢，肯定不标准，就是他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形状，只是当做这个佛塔，就是，但是这个呢也有功德的。然后刚才这些猕猴呢，猕猴不管是再怎么样技术好，但是我们人修的这个佛塔那样肯定不会标准的，就是。但是他们把它当做这个佛塔来定义的话呢，也有这么大的功德。而且他们呢，就是小孩可能是完全是一种玩耍的这种心，然后猕猴的话呢，也是只不过是这个效仿别人的一种这个心而已。实际上呢，就是既没有解脱的心，也没有呢。就是把这个对境呢，就是作为这个殊胜的这种供养对境呢，就是没有这样的这个心。但是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作意呢，是这个圆佛塔的这种功德，就不管是圆佛塔也好，圆佛像也好，殊胜的这个对境呢，的确是有就是这么殊胜的一些这个功德。所以我们在座的有些各位的话呢，也应该就是以后对这个有关就是因果方面的这些深深的道理呢，就是大家也不能就是随便这个轻视就是绝对是不能的。这些道理的话呢，我们就是先要了解，就是造这个佛塔的话呢，就是应该有这么大的这个功德就是这个问题大家应该这个清楚。然后那个我们就是现在这样的这个佛塔呢，就是要这个转绕有什么样的这个功德呢？那转绕的话呢，就是这个功德是这个不可思议的。所以我呢也想那个以后就是这个有绕这个佛塔经有绕这个佛塔就是专门佛塔功德经，就是有这么一个经典。那么这个经典呢，就是以后我们希望就是大家呢就是也应该这个看一下。其实这个里面呢也讲了许许多多的一些这个绕塔的功德，一切诸天龙夜叉鬼神党结亲净供养悉有有绕塔就是悉有有绕塔，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就是绕这个佛塔，就是绕佛塔的话呢，就是一切天龙一切夜叉，还有一些这个各种这个鬼神的话呢，就是对这个亲近供养，就是不会害你的，这些都是这个以这个功德而导致的。而且呢，就是还有就是许许多多的，就是这些功德呢，就是在这部经典当中是比较多的。所以我希望呢，我们这个应该就是大家呢就是以后就是看看就是这个佛塔的这种这个功德，尤其是绕塔的时候呢，有关韩文的一些经典当中呢，也有说这个有绕塔，就是华严经里面也是说是这个有绕这个三匝，也有就这方面的这个记载，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绕塔的时候呢，一定要就是顺势这个旋绕，但是极个别的呢就是现在不懂就是向这个逆时方向，就是这样是反而有非常大的过失。以前我们去五台山的时候呢，当时那个就是我们整天都是绕那个白塔，就是绕白塔的时候呢，当时呢就是有好多的这个一些佛教徒，也有一些这个出家人就是也有一些这个别的一些这个就是可能其他寺院的一些和尚，但他们有个别的呢就是坐绕，然后我们里面有一个叫做央瑞喇嘛，就是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那儿这个当着他们，然后有时候呢就是看见一些这个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反正什么样的，有一次是他拉着一个那个年轻的女孩子的这个说你不要到这边去绕，就让拉着他，那他也不懂汉语，然后那个女的呢就是一直在叫不要拉我不要拉我那个喇嘛的话呢，就是他心很清净，就是他自己在道府一带呢也造了很多的这个佛塔就是还有印的经器就是他就是一般都是可能是60、70岁的，就是他也不懂什么规矩，就是在那儿当着，就是叫他们不要这个逆转。但很多人呢，就是当时不太懂的，就是所以我们这个
作为一个这个佛教徒啊，就是尤其是在这个韩文的经典当中也是记载的非常清楚的，一定要这个诱扰，就是如果没有这个诱扰的话呢，就是那这个过失呢就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所以说呢。那个就是我们应该就是以后就是大家呢就是这个诱扰这个佛塔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这样这个诱扰佛塔的这些这个功德的话呢真的也是非常大的。就是以前佛陀在有关这个经典里面也说是有一个叫做须瑞伽塔，它这个前世的话呢实际上是那个在一个。就商人呢，就是到什么那个海里面去报的时候呢，就是路上这个遇到这个鲸鱼的危害，然后鲸鱼要接近吃的时候，就这些商人呢念佛号，就是结果呢，就是鲸鱼这个死掉，就是最后呢就是变成这个人，而这个。就是从小都是入寺院，就是最后就是出家就是获得这个神者的这个果位。那获得神者的果位的因缘是什么呢？后来就是佛陀告诉，就是他呢就是在这个很早以前的时候就是当时呢就是变成一个苍蝇了，就是这个苍蝇呢。就是他就闻到了这个牛粪的味儿，就然后呢，当时就是在这个就顺着这个牛粪的话呢，就是牛粪当时在水里面漂着，就是然后在一个湖水里面呢，就是有一座塔，然后结果呢，就是那个苍蝇呢，就是随着这个牛粪的味道呢，就是跟这个佛塔就是转绕一遍的这个功德呢，就是后来在这个佛陀时代的时候呢，就是已经这个。变成了就是圣者，就是变成圣者，所以我们呢，大家也是不要想的，就我们这个祭祀当中呢，就是绕一扎这个佛塔，就是或者是就是顶礼佛塔，这个是功德不大，就是千万不能这么想。的的确确是这个殊胜的对境面前，我们做一个微小的这个一些这个行为的话，其实它的这种这个力量呢就相当大的，而且这样的这个绕佛塔。或者说是我们这个顶礼佛塔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相续当中，如果真的会能转生到这个无间地狱里面的一些因的话呢，也会当下就会这个消除的就是会消除的。以前这个一切如来秘密舍利陀罗尼经呢。这部经典当中呢也说了，就是乃至因多阿毗地狱者，若于此塔以理以转绕，必能皆能得以解脱就是说的非常清楚。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我们有些人造了真正是堕入这个阿毗地狱的一些这个业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对这个佛塔就是以礼拜，或者是这个以围绕，就是以转绕，以这个功德呢，就是不用堕入而去。因此我们在座的有些各位就是到了这个怎么说就是一些这个有佛塔的地方的话呢，一定要转绕，就是不要呢就是拍个照片然后就马上离开就是这是不合理的就所以我们应该就是在哪里都就是见到这些这个佛塔的话呢，就是要大家这个恭敬这个转绕，就是这个很重要的。如果我们现在实在是有些佛塔就是照不到，那这样的，尤其是汉地的话呢，就是我像是现在有些这个寺院里面呢，除了有些主石的这个灵塔以外呢，就是真正的这个佛塔呢，就是也是可能没有的。但是如果主石的这个灵塔也是真正高僧大德，也实际上就是一定要这个转绕，就是我们的经常那个遇到的这个上师主义宝呢，圆寂以后的这种灵塔它是没有的，但是江省的地方呢有这个就是这个佛塔，就是也这个修的有佛塔，所以我们这个每次去了朝拜的时候呢，就去这个顶礼膜拜，就是顶礼膜拜。那么，如果这个佛塔的这种转绕的条件没有的话呢，我想是大家在这个这个有时间的时候到这个寺院里面去。到寺院里面去的话呢，我看见汉地的这个寺院里面的这个佛像呢，就是很容易转绕，就是不像跟藏地的有些佛像，藏地的这个寺院里面的佛像呢，就是在后面没有这个转绕的路，就是或者是寺院的外面以外，就是里面没有的。但汉地的很多的这个佛像呢，就后面就是可以过就是可以过，所以呢。如果以这个佛像作为所缘境，然后呢，就是进行这个转绕的话呢，这个功德呢也是很大的。就是波斯尼教戒经波斯尼王教戒经当中的话呢，也是这样这个说的，说是若人以金线绕佛他佛像就绕佛的，来是圆地经具得惩罚器。就是来是圆地敬，就是恭敬的敬就是这个具的惩罚器，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我们有些人以清净心来，然后那个恭敬的这个绕
就是绕那个佛塔也好，绕佛像也好，那这样转绕的话呢，那么就是应该说是这个来世啊，就是来世的话呢，就是一切的这种邪魔外道啊，就是自己修行当中的违缘啊、障碍啊，就是冤敌啊，就是这些都全部这个会这个消失的，而且呢，就是成为就是大乘的这个法器，就是具有一切这个功德的。所以我们像这些呢，表面上看来的是好像就是绕这个一圈这个佛塔的话呢，就是不是特别大的这个事情，但实际上呢。的确是这个功德是相当就是相当的这个大的。华智仁波切以前也是说过吧，就是很多人来就是拜见他的时候呢，他说是真倒霉啊，倒霉啊！像我这个老头子呢，就是天天不让就是休息，就是一直围绕着我，就是真正有意义的这个我的金刚上师如来呀的这个您谈呢，你们不去转绕，就是天天的是束住我这个尸体有什么用啊？就是听说是也这个批评别人。华智仁波切在前心当中也是就是也讲了这个什么这个花界施主和那个于氏七人的这种前世吧，就是当时那个花界施主的话呢，就是其实是在这个迦叶佛啊，就是在迦叶佛因为花界施主在100岁的时候，他刚那个出家，就是当时呢。就很多阿罗汉都是不知道，就是他当下解脱的话呢，马上有这个成为阿罗汉的这个种子。但后来这个佛陀呢，就是才知道。那这个因缘是什么呢？就是迦叶佛的时候呢，就是当时是是什么？就是有一个狗呢，就追着这个猪啊，就是然后猪呢就是绕它这个一圈啊。那后来那个化界施主呢，以这个3根，就是这一次这个佛陀的这个教法当中呢，就是获得这个圣者的果位。然后呢，这个于氏七人呢，就是当时那个在树叶上有7只虫啊，就7只小虫。然后这个虫呢，就是落在这个湖里面，落在水里面。然后水中间呢，就是有一个旧的这个佛塔。就后来呢，就是这个随着这个风啊，就随波逐流，就是绕7圈，就是因为那个7个虫呢，就是落在树叶上。这个树叶呢，随着这个这个水就是水呢，就绕7圈。以这个3个呢，我们藏地这个历史上第一个这个僧团，也就是说是这个于氏七人的刚开始的因缘呢，就是这样就是来的。所以我们基层当中的话呢，我有时候这样想的，我们这个绕它呢，跟那个这个。就是刚才那个什么这个猪被那个被那个追着，或者说是这个小虫这个绕它的这种发性呢，完全是不相同的。而我们这个绕它的时候呢，就是想着是这是一个殊胜的对境，觉得。所以有时候呢，你们自己真的是对这个自己的亲朋好友啊，有些这个父母的话呢，那么这一辈子是释迦牟尼佛这个教法下，那释迦牟尼佛教法下呢，真正是绕他啊，就是与这个结缘的这些人呢，就是在这个弥勒佛的这个教法下呢，就是会获得解脱的。因此呢，我们就是对自己的一些亲朋好友的话呢，如果实在不行的骗他们，就是给这个佛陀啊绕这个佛像啊，或者说是佛塔就是绕一圈的话呢，也应该是可以的。你有些小孩的话呢，就是带着他，就是这个堂给你，跟着我来，跟着我来，跟着我来，然后就是转一圈呐。然后或者是你对这个父母的话呢，看我们现在极个别的道友的话呢，父母真的是不信佛教，就是特别可怜呐，怎么样说也不行的。但是你应该就是说是我们要不要去旅游去？听说是那个地方有特别好的如何，然后这样呢，就是慢慢就是给佛陀，就是或者是跟这个佛塔呢，就是绕一圈完了以后，好，这个旅游完毕。应该有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呢，真的这个表面上看呢，就是这个功德是这个很小的，就是绕一圈就好像没有什么的。但实际上呢，这个3根和功德呢，就是只有这个佛的这个境界。所以，佛陀呢，就是在这个这个咸喻记呢里面也说了，说是莫想三微笑，无逆而亲色，随地如寄居，坚持慢什么就是坚持慢大气啊，就是坚持慢大气。所以我们这个一些小小的3根呢，你不要这个轻视啊，这是很小的，没有什么意义啊，不要这样的，一滴一滴的水，慢慢就是建成了。最后的话呢，就变成这个就是很大的这种器皿的话，那就是也会这个盛满的。时间以前这个汉地古人的话呢，也有这个说法，就是聚沙成塔，对土成山，还要这个拿船成海，积山成德啊，就是有这种说法。
说法，所以我们就一点点的这些功德啊，就是慢慢就是记下来，不可能是你一天的这马上要积累一个当下成佛的当下的这个八地菩萨的，那这个有一定的这个困难了。我们这个读书的话呢，这个小学毕业、中学毕业，慢慢就是，然后博士生、导师，就是这样方便一点，有一点这个规律。否则的话呢，你幼儿园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呢，我马上要当这个博士生，还是有一点就是困难的。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自己呢，就是对自己的这个心。怎么说啊？就是如来藏呢，就是应该有这个信心的。然后自己呢，就是也不能太傲慢了。太傲慢的话呢，就是很多的这种修行积累呢就不行的。所以一点一滴的对这个罪恶的话呢，就是小小的事情呢，就是尽量的这个不要做。然后一些这个善法的话呢，就是微小的一些善法呢，也应该会做的。以前那个三国时期的刘备啊，就是最后他对这个儿子刘禅，就是他的是很坏的，儿子的是很坏的，但他临死的时候呢，给他留的一个也算是一种教言吧，就是说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啊，就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就是意思就是说呢，你不要这个因为善呢就是很小而不做它，就是不要这样的因为这个恶业呢。就是恶业或者是做坏事呢，因为小而这个做它，就是这是不合理的。如果你从小的是这个一点一点的这些恶事做的话呢，那就是最后就是很多这个弥天大罪呢，就是不得不这个做的。就是所以说呢，我想我们在座的有些道友的话呢，平时啊。有时间的时候呢，一定要就是在哪里看见一些佛堂啊、佛寺啊，或者说是一些佛像的话呢，你多的这种精力和时间没有的话呢，一般来讲是转绕这个善圈呢，这是有这个必要的。有时候我们这个学院里面来的一些考察团啊、工作组啊，就是这些来的时候呢，他们有些人呢，就是有3根的人的话呢，就我们光看一看呢，就是大黄花坛城啊，应该转一圈呢，就看看怎么样感觉啊。表面上就是说的是这个，我们去照个相啊，就是这边去照个相，那边去照个相，但实际上呢，还是心里面知道是啊，这是转1圈、转3圈的功德很大。所以我想呢，我们这个佛教徒的话呢，就是更应该就是重视，就自己有一点这个时间的时候，做现在我们所讲的一样的，就是念一些这个咒语啊，然后磕一点头啊，还有一些这个有佛像佛寺的话呢，就一定要去这个转绕，就是如果自己实在是没有这个佛像佛寺的话呢，那么就是自己这个亲的一些这个佛塔，就那么这个作为这个转绕的这个对境的话呢，就是也没有什么这个不可以的。其实这样的这个转绕呢，应该说是在印度来讲呢，就是很多高僧大德是非常重视的。当时阿底峡尊者来到藏地的时候呢，中东巴为主的有些弟子呢，就是问阿底峡尊者，他们说你为什么是所有的这个功德当中啊，就是其他的不太很重视的，你唯一的这个转绕啊，这一点呢就是非常重视，就是这是为什么？后来阿底峡尊者就是告诉他们，就是说是你们呢不知道，就是所有的有为的善法当中啊，就是这个转绕的功德呢，就是最大的，因为它呢就是积聚这个身口意的这个善业，在我们印度来讲呢，就是有一些人呢。转绕这个诚意，就是转绕诚实呢，就是而获得成就的。有些人的话呢，就是转绕这个寺院的殿堂啊，就是那个僧殿，转绕这个僧殿而这个获得这个成就的。有些呢，就是转绕这个喀萨巴的观音这个圣像啊，就是印度有这个喀萨巴的观音圣像。然后而这个什么病体康复而这个获得这个成就的，当就是将来许多的这个转绕的这个功德之后呢，就中东巴尊者也是就非常的这个一教奉行，就后来呢他就每天都会这个转绕啊，就从他的历史上看呢，每天都。后来在晚年的时候呢，中东巴那个教啊，就是不方便的时候呢，就是他们说是依靠一些这个乘器来这个转绕，依靠乘器就相当于是现在的轮椅一样吧，就是当时不知道藏地依靠什么就。每天呢，就是在他离圆寂之前，每天都是不间断的转绕这个3遍啊，就转绕3遍。所以我们有时候是看到这个一些噶当派的这个上师们的，
就是教研和有一些这个专辑的话呢，也的确是转少是非常重视的。阿底峡尊者都是经常转那个印度金刚座的时候，就是印度金刚座的这个佛塔的时候呢，就是有时候度母对他这个授记啊，有时候其他空行母对他授记啊，就是从这个故事上也可以看得出来，阿底峡尊者的行为当中啊，就是转扰是这个很这个重视的，而且藏地的很多三同门为主的一些这个高僧大大，在他们的这个历史看的话呢，也确实是就是这个转扰佛塔和转扰这个经堂呢，就相当的重视，包括我们这个华智仁波切和莫仁波切、宗喀巴大萨等等这些高僧大德们的专辑里面呢，就是也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应该就是在我们这个藏地来讲呢，我觉得是这个转扰呢。转扰这个佛塔，就这一点呢，是非常这个让人欢喜的事情，就是这一点呢，就是我觉得是这个藏族人啊，就是跟这个其他民族相比较起来的话呢，也应该有一些这个优势，就是这一点我也不是这个自夸自赞，应该就是我们在一些不同的这个地方，比如说这个五台山的这个拜塔面前看看，本来是五台山呢是应该是那个汉地的这种这个苏僧的这个佛塔，就是在哪里呢？应该是汉人是最多的，但是我据说呢，就是现在这个藏人转佛塔的人特别多的。当时这个中国也还没有开放的时候，就是尼泊尔那个夏隆喀夏大塔，在哪里的话呢？除了藏族人以外，尼泊尔和印度人还有其他民族的人，几乎这个转佛塔的人很少很少的。然后到了金刚座的时候呢，也有这种感觉，就是尤其是我到了泰国以后的话呢，我看那个泰国的很多人呢，根本不懂转绕佛塔，有些呢就是转那个就是还这个立转的，就是也有这种情况。我当时呢也可能在游记里面写了一张，不知道忘了，反正我当时非常看不惯，就是我想是怎么这个佛教兴盛的地方，连这个佛陀的这个经典里面的这些功德都不懂啊，就是那这个很不合理的。所以我想我们这次就是通过这个学习之后的话呢，以后所谓的这个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佛教徒呢，你看见这个佛塔以后呢，不要像是这个就光看一看呢就不能的，一定要转着。如果你时间特别近的话呢，那就是最少也是这个转3遍啊，就我们有时候就是去那个以前上次如意宝的时候到这个。转那个深山呐，或者是这样的时候呢，那时间再这么急的话，那就是转3圈肯定要这个转的啊。就是我们这个路上呢，如果有一些方便，就是坐车的时候也是方便有这个佛塔的地方的话，那就会这个转。我的那个到马尔康的那个路上以前法王如意宝开光的有一个那个靠近那个什么那个金川那个地方呢，就是有一个佛塔，就是那么上来的时候也是转一圈，就下去的时候也是转一圈，就是经常是这样的。所以我希望我们那个在座的一些导游的话呢，以后就遇到这个佛塔的时候呢，应该在生活当中是有一种这个长期性的习惯。你如果去朝拜佛塔的时候呢，那就一定要就不断的这个转就是这一点就是很重要的。其实汉地呢也并不是这种没有这个泥石的，就是以前是有泥石的。比如说这个在这个唐代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唐代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是这个智宁法师，就是智宁法师的话呢，就是他刚出家的时候还是这个委员从中家里的不同意，后来呢就是他到那个东都爱光什么光爱寺吧，就是光爱寺已经这个出家之后呢，就是他就离开这个家里很多年了。后来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母亲也已经圆寂了，这个然后父亲呢也双目失明。后来就是他也就是比较这个伤心吧，就是后来比较这个伤心，但是东岳的这个大地后梦呢，就是这个诵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呢，有一次这个托梦就是说是他的这个母亲呢，就是已经这个堕入这个恶趣当中了就堕入恶趣当中了。如果让他呢，就是到那个这个阿育王是这个这舍利塔，就是哪里去这个朝拜和转绕，这样的话呢，就是他有这个解脱的机会。后来这个法师呢，就是立即到哪里去，已经拜了这个4万多吧，就是拜这个4万多的时候呢，就是当时这个。亲自见到，就是在虚空当中呢，就是他的母亲离开这个恶趣，就是而这个转生到这个天界当中。就是在唐朝的时候呢，也有这种这个历史。然后在秦朝的时候就是武昌在这个武昌那个一个叫什么寺就是那个宝通寺，就是在那里呢，就是有一个叫做是摩老和尚就是摩老和尚的话呢，他就摸一摸这些那个脑袋吧，可能是不是？就是然后呢，就是马上把所有的这些很难以治疗的
这个病的是全部这个就是治好的啊，就是有这样的。其实他的这个唯一的这个巧诀的话呢，他在这个据说是在这个寺院当中啊，就是一边呢就是专绕这个佛塔，就是他这个专绕这个佛塔，一边呢就是它下面呢就是有一些这个瓦片，然后呢他一边念大白咒，一边呢就是默默的就是默那些这个就是塔基啊，就是这样之后呢，就是他的这个威力就是如是这个出现的啊，就威力就是如是出现的，所以不管是从那个这个唐朝也好，清朝也好，在历史上呢说啊，就是汉传佛教当中呢，应该是有一些高僧大德，就是专绕这个佛塔的。但现在呢，我们要这个提倡的什么呢？就是这个居士当中呢，一定要这个要求的，就是大家对这个寺院的佛像呢，就是多转一下，就是不要我看到这个很多的朝拜这个拜佛的也有，烧香的也有，但是专绕的这个呢，就比较这个缺少，就是那天我们去这个六州这个入寺呢，就是我们就去转了很多的，但很多的人都不来这个转。后来我说是你们居士跟着我来转吧，就跟着我转。后来呢，就我们这个转了进去，好多居士呢，就又不想转了，就是好像这个转绕这个佛像和转绕佛塔呢，就是也觉得是没有功德呢，也不是，就是应该是知道是有功德的，但是这个功德的殊胜性呢，很多人都可能不是特别的这个清楚。这个高僧大德里面呢，就是对这个事情应该是很重视的。就本华老和尚的话呢，他吃完饭以后，因为去年是100岁嘛，就是他那天吃完饭以后，我们去转佛塔吧，就转佛像吧，就是然后跟着我们我们就是他跑得比较快，我们都跟着后面跑。我们有时候都是赶不上100岁的人，就是就还是这个吃完饭以后习惯性的就是开始是这个绕佛啊，就是绕佛，就是也有这样的。但是呢，就普遍的这种观念呢，以后应该要这个可能现在实践话说来呢，就是要这个加强这方面的一些这个事情，否则的话呢，就是很多人这个转佛塔呢，就不太这个的。然后转佛塔的时候念诵什么呢？以前上师如意宝在这个印度金刚座啊。就是我们这个一起这个转佛塔的时候的话呢，就是主要是念普贤行愿品里面的清净一切善意力，吹灭一切烦恼力，降伏一切诸魔力，然后圆满普贤诸心力就这种就是念这个。就这个寄送来开始这个转绕就这种我想呢，就是这个上师如意宝当时也讲了很多的这个功德，就是其实我们如果让刚才所讲的这是实现4种这个威力啊，实现4种威力的话呢，那就是应该就是一切这个修法呢，就是会这个成功的，就是因此说我们这个以后转绕的时候呢，如果有一些特殊的这种转绕方法呢，就是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呢，念诵普贤行愿品的这个诵词来进行这个转绕，就是这样呢，也非常这个好的那么所以这个转佛塔呢，就是当然是这个功德是非常非常就是大的所以我们在座的道友呢应该就以后就有时间的时候呢。我希望就是大家去应该这个转佛塔。现在我们学院里面呢，也这个上上下下的也有佛塔，就尤其是这个坛城佛塔，就是其实我们这个大皇王坛城的话呢，也是这个佛塔，就是它是这个。属于这个坛城这个塔，那么这个坛城塔的这个功德的话呢，也是相当大的。以前那个建造的时候，也是法王如意宝他老人家的一些印度和藏地的，大概有100多个非常那个具有这个殊胜价值的这些佛像呢，就是全部就是藏在这个里面，而且里面还有这个就是天法不变金刚的这个舍利等等，就是有许多的这些这个加持物啊，就是加持物。那么就是上师和很多这个高僧大德这个说。加持的，那么我们这个转绕和即使见到这种坛城的功德也是相当大的，有关密宗当中这方面的这个教证呢也比较多的，比如说金刚说呢也是这样说的，就是凡是这个见到坛城啊，那么能亲近就是11种根本誓言和25种智分这个誓言，并且呢就是获得这个身口意功德事业的这个功德就是不可思议的这种功德，然后这个闻解脱事就是闻解脱闻事在这个当中呢也说了，就是
就是凡是见到这个坛城者呢，在七十当中就是决定了获得这个成就啊，就是决定了获得成就。还有那个吉蒙秘密初闻啊，就是吉蒙这个秘密初闻当中呢，也说了，就是虽然我们没有见到真实的这个坛城，但是仅仅是听到了这个本尊坛城的这个名号的话呢，也不会这个堕入地狱当中去啊，就是免堕这个地狱。就是所以有关在这方面的这个校正呢，应该是比较就是多的，就是所以我们应该这个有时间的时候呢，希望啊，就是大家就是法王如意宝亲自驾赐的这个大皇王坛城的话呢，应该是功德很大。不过我们男众和女众当中很多人呢，有时间的时候都去这个去这个转绕啊，就是因为在那里风比较大，就是有些人的是这个念得黑了，就变成非洲人了。也可以，就不管怎么样，就是大家应该在哪里去这个转绕，就是其实转绕的时候呢，有一个咒语，就是或者说是念那个这个宝创如来的名号，就是或者呢就是念那个转绕咒，转绕咒的话呢。就是能变成那个1000倍，就是增上1000倍的这种功德。转绕咒呢，我们南无班嘎瓦的拉那给的然扎呀，达坦嘎达呀，哈哈的三藐三不达呀，达呀他我们然的玛哈然的本扎耶稣哈，能记住就记住，记不住就没办法啊。那个我们念那个给赛王那个道歌的时候呢，就是每一个道歌的后面呢，就是能记住就记住，就是没有记住就不可能重复，就是有这么样的那个。所以我们那个念这样的这种这个注意啊，就是念这样的这个注意呢，就是也可以就是增上这个功德。就是这个功德也非常大的。还有呢，就是一些其他的，比如说那个这个教言当中呢，也是转绕这个大皇王的这个坛城的功德，就是吉蒙就是本尊这个坛城的功德呢，也是比较多的。就是有一个叫做是那个无垢忏悔序啊，就是无垢忏悔序里面呢是这样说的，就是何则地你幻化王吉蒙坛城之本尊，清净清净释悔誓言罪啊，就是清净释悔誓言罪，也能见除无间业，也能消除无间业。就是以前上师如意宝呢，就是经常引用过这个校正。其实这个校正呢，就是不仅是无垢忏悔序，还有呢很多的这种伏藏品的这个仪轨当中呢，就是都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我们有攻击性的地内就是大皇王的这个激进和愤怒的这种贪嗔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基身当中所犯的根本誓言和支分誓言呢，就是全部都清楚。而且从显宗里面最可怕的无间罪的业啊，这种也是一下子就会这个让这个清楚的。因此呢，就是大家尤其是我们在座的人呢，就是对大皇王贪嗔啊，就是比较近的。就是如果我们待在这个学院当中是这么长的时间，然后呢，一点也没有去这个转绕的话呢，真的有点这个可惜啊，就是有点这个可惜。就像以前那个什么世间人们所说的，就是拉萨的老太太呢，就是从来没有见过佛像而死亡的，就是非常这个遗憾的。有个别的人呢，就觉得说这个转绕佛塔、念观音心咒、念阿弥陀佛，用转经论的话呢，这是下根者的，这是愚本人的老太太、老公公们的这个善事。我们这些是用千经万论或者是用无部大论来进行研究的话，可以，这些是根本不需要，就是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我们在那个释地经呢，在释地经当中的话呢，就是有这样的对这个三世如来的这种像呢，就是从那个初地到究地之前的人呢，也要这个供养、供奉、称食、恭敬呢。所以我们还没不要说是这个究地啊，就是连那个嘉兴地。嘉兴道、资粮道的到了没有？就是所以有些人呢，也不要把这个世俗的这些三个呢，就是轻易的这个毁坏，就是这是不合理的，一定要
注意，就是在菩萨地论当中呢也说了，就是说是我们这个菩萨呢，就是一定要就是这个供养这个诚实如来的这个就是很多很多的道理，就是所以作为这个大菩萨们的话呢，就是也这样做的话，那我们这个现在还没有就是真正这个跨入真正大乘道的有些人呢，就这些人呢，就是不要认为是我对这个所有的这个三法就轻视就这样是真的是不合理的就是也许可能有些人像是我是大菩萨，就是但是不是大菩萨还是要注意一下。以前我们学院里面经常说笑话的有一个叫做 K 上，就是他是个老头子，然后有一次法王如意宝讲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大乘菩提心的功德，就是说是你们现在都这个已经获得了这个菩萨戒，从此之后呢，他自己对自己经常就是称为是大菩萨，就是，然后有一次呢，就是别人说什么话，就是就不太相信，就是，然后他自己说，你们难道认为是我这个大菩萨还说妄语吗？不可能的事情。别人说是你是不是大菩萨？当然是法王如意宝不是原来讲过，我是大菩萨。所以我们在座的人是不是自己认为是大菩萨？其实真正的大菩萨的话呢，从8地以上呢，就是才找到摩诃菩萨，就是所以大菩萨的这种定义呢，应该是这样。我们现在呢，就是还没有就真正就是跨入这个自量道了。就是如果这个没有就是到达这种境界的人呢，还认为我现在这个念咒语也不用，念阿弥陀佛也不用，转绕也不用，这些都是劣根则的，这些都是下根则的，这种说法呢就不合理了。我们应该什么都是按照这个佛陀的这种金刚约来，就是约束自己。佛陀在有关大乘的经典当中说是有功德的话呢，我们就是100%去这个相信，一定要就是按照这个佛陀所说的那样去做的话呢，绝对是不会有任何这个起惑，就是应该这样想。就所以《三摩地王经》里面也是这样说的，说是这个就是比如说那个就这个好像那个怎么说就是我们藏地这个翻译的和汉地翻译的可能有些经典的观点都是就是依法都是不相同的，但是汉地译的里面呢，就是说是那个摄是虚空心所落地海成意就地海成意界这个坏面虚空无为性变异就性变异如来众无不实于，就意思就是说呢，实践当中的，比如说这个星宿太阳月亮这些呢，就是也有可能就是掉下来的。然后大海呢，就是也有干旱的这个时候，干旱的时候，还有整个这个大地呢，就是也有分裂的这个时候。但是呢，就是如来呢，就是始终都是绝对不会这个说妄语的就是绝对就是不会这个说妄语的。所以我们应该有诚心诚意。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清净的这种信心来这个就相信就是佛陀所说的这个一切的这种金刚语，这一点就是非常的这个重要。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呢，就是佛陀所说的这些话呢，就是不相信，因为佛陀所说的全部呢，就是只不过是我们呢，就是现在呢，就是特别的这种愚笨，就是不能了解而已的。如果真正能了解的话呢，就是那么就是这个佛陀就是所说的这些语言的话呢，就是绝对不会有任何的这种这个妄语或者是这个虚语。所以这种这个想法呢，就经常呢就是以恭敬心来这个转绕这个佛塔。当然，这个转绕佛塔的一些观想方法的话呢，其实是那个以前在这个中藏干部就是中藏干部呢，他的有些教言当中呢，也是是这样讲的比如说我们一个观音菩萨的这个像的话呢，那么这个外面呢，就是这个诸佛菩萨，就是全部融入于这个观音像；里面的话呢，就是这个传承上师呢，全部融入观音像，然后秘密就是秘密的话呢，就是所有的空性和本尊呢，就是融入这个观音的像，然后呢，就是自己一边念唵嘛呢叭咪吽是一边呢就是转绕，就是一边转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这个圣像这个圣像呢就是发出光，然后呢融入自己的身体，自己无始以来身口意所造的一切罪障呢，就全部一一清除就有这么样的这个教言。所以很多大德们呢都说是我们如果让这个转绕这个佛塔的时候呢，让观想更广的这个一些这个情节的话呢，就是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不能更广的话呢，就仅仅是这一点呢，就是一定要这个观想。比如说你今天呢，就是这个转移做佛塔，转移做佛塔的时候呢，就像就是这个佛像呢，
这个佛塔呢，是所有的十方诸佛菩萨的这种深刻意的价值聚合在一起的。那么我在转绕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发光啊。自己无始以来的这个业障呢，全部这个尽除，这样来想啊。当然，刚才我念的那个转绕咒呢，如果能念诵呢，就这样念诵；如果不能念诵呢，念唵嘛呢叭咪吽，边转也可以，或者说是念拜子名呢，念那个什么这个金刚萨埵啊，我转坛城的时候呢，经常主要是用的念金刚萨埵心咒，因为觉得是自己无始以来和今生当中造的罪业呢，太多了，所以呢，应该依靠这样的这个神尊的这种坛城啊，来那个亲近，所以呢，每次都是应该观想，从那个坛城那里发光，自己这个深刻意所造的一切罪业呢，全部得以这个清净。当然，这个转绕的这个数目的话呢，以前上师如意宝说我们这个转绕的数目呢，上等者呢是这个10000以上，中等者呢1000以上，下等者呢100这咋以上，是这样说的。但以前那个第70大列喇嘛嘎藏讲错，他呢说是这个转绕佛塔的这个数量啊，转绕佛塔的数量的话呢，一般来讲我们这个修50万加行那样，比如说磕头10万遍，然后念这个皈依10万遍，发心10万遍那样。然后你要转绕的话呢，转绕也是10万遍以上的话，那最妙，因为这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人来讲呢，还是这个数量是越来越多哈，不要你这个转3圈以后就开始喘气。不行，那我就回去吧。那这是这个也是我们有些人造恶业的时候呢，就一点都不喘气，然后造善业的时候呢，就身体也不好，心情也不好，也有这样的这个行为，所以不管到哪里去呢，大家把这个佛像和这个佛塔呢，真的是做。看着这个如意宝，对自己的精神来说呢，都有这个非常大的利益和价值，以这样来这个想。如果我们这样呢想的话呢，那的确是这个通过这个佛塔，来就自己前除罪障啊，开智慧啊，延长这个寿命啊，以及自己的这个所愿呢，就全部会让这个实现的啊，自己的所有的这些意愿的话呢，也会这个如愿以偿的。这就是这个三宝的不可思议的价值里，我们也是这个有校正有拟正，自古以来的所有的这些这个大成就者们的话呢，都是对这个转绕佛塔、转绕这个佛像呢，极其的这个重视。所以我也非常希望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在座的这些道友啊，大家呢，以后在这个转绕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心要这个清净，然后呢。就把它当作是真正的这个佛陀的这个深刻意积聚的这种功德宝塔，这样来观想。这样来观想的话呢，那么什么样的这种殊胜的对境的话呢，都很这个殊胜的，就很殊胜的。那天我们去青海的时候，青海呢有一个赤喇叭江国王的这个土法，藏在里面的有一个佛塔，我们也是个很好的机会，也去这个转绕。感觉非常的这个殊胜，因为当时我的就一边的这个默默的流泪，因为赤喇叭江呢，在我们藏地来讲是对这个佛教非常恭敬的一个国王啊，他一般这个出家人来的时候呢，他将把自己的这个头发呢，铺在地上，让出家人这个过路啊，是对出家人非常那个恭敬。后来他的这个头发呢，就作为这个里面的这种装藏还是怎么，说是这样的一个佛塔，我们像是今生当中见到这样的这个佛塔，它是很有这个福报的。所以呢，我像是这个诸佛菩萨的这种圣塔和一些这个殊胜的对境呢，现在哪里都是有的。但是我们自己呢，太愚笨了，太这个愚痴了，所以不知道这个它的价值。以后呢，懂到这些道理之后呢，第一个见到佛塔，大家一定要多转绕，有时间的话呢，白天也绕，晚上也这个一定要。我们以前在那个杜甘子师范学校的时候，下面有一个叫做地公看殿堂，那每天早上去绕啊，白天也去，晚上也去，我们应该这样的。第一个多多的转绕，不要转1次2次就可以了。然后第二个呢，一定要诱绕啊，这是我还是针对性的给个别的道友，可能你们有些的是是不是以前的是没有这样的，一定要诱绕，这是佛陀在佛经里面也是讲得很清。
清楚的。因此这2件事情呢一定要记住。最后呢就是自己绕完了之后呢，就是这个功德一定要这个回向，就是一切众生呢，就是让这个获得成就，这个念一些简单或者比较广一点的这种这个回向文啊，就是这个很重要。当然在佛堂面前做供养啊，做顶礼啊，就是或者是乃至这个大烧啊，就是这些功德呢就是非常大的。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在这里呢不光说，就是总而言之呢，就是这个佛塔这个转绕佛塔的功德是不可思议，大家一定要升起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心来转绕。好，今天学到这里。Sonam dei tanche zogaya tonne nide jana pashi jirgana jirano chupai chupun zolen droa droa sho Bandaran gara badna asadar Bandaran gara badna asadar Bandaran gara badna asadar